is Catshit 1. CP, do you copy? This is CP. Over. 如果你看过这部经典动画短片《猫11号》，一定会对动画里 Blasky 手上那只 M14EBR 有很深的印象。挂满战术配件的 M14EBR 被 Packy 吐槽了半天。事实上，这只看起来很酷的圣诞树是2年以后以 M1 加兰德为原型设计的老家伙了。由于优秀的半自动射击精度 ，M14 发展出了非常多的改进型号，从精确射手步枪到狙击步枪，这只老树不断开出新花。众所周知啊，冰封对于这种水弹圈相对冷门的型号一向是情有独钟的。美军现役的 M14EBR 去年就被冰封盯上了。今年年初，冰封曾经小批量发售过这款水弹发射器，不过市场反响平平，问题呢也发现了不少。上个星期，冰封给我寄来了据说是经过一系列改进的新款 M14EBR， 我也很好奇，两片壳阵地上坚守至今的冰封到底能做出什么新东西啊？从包装箱就能看得出来 ，M14EBR 是一只体型巨大的发射器，至少比 AR 系列要大得多。盒子里装着发射器主体、弹匣、折叠脚架以及一个澄海特色护目镜。冰宝同款蝴蝶脚架，部分金属材质，安装很简单。原厂的保护色火帽可以用附送的黑色键替换掉。发射器绝大部分部件都使用了尼龙材质，基本还原了 M14EBR 的外观特点。尤其是标志性的 EBR 底盘型枪托和导轨护目，让这支源自2战设计的老枪现代感十足。发射器后托收缩时长度89厘米，展开状态下全长超过107厘米，比例基本还原。整枪重量达到 2.3 公斤，原厂用料还是挺足的。EBR 原枪由于采用了铝合金护目，枪管偏长，所以重心非常靠前。然而冰封这款发射器由于全尼龙材质，反而规避了这个问题，重心比较均匀。机匣侧面还原了赛奇公司的枪身铭文，磨砂漆面加上凹印刻字，质感还算不错。刻字下方的圆形散热孔就有点惨不忍睹了，没有处理干净的水口，看起来甚至有点畸形。机匣后方的快门机拨杆是电子开关，拨动很轻松。垃圾柄没有还原和枪机联动的结构，行程只有40毫米。机匣盖上的钢印直接拷贝了台湾怪怪公司的 logo， 眼看着祖国就要统一了，冰封可得长点心啊！穿孔罩门没法调节，旋钮只是个可以活动的装饰。机匣顶部做成了一体结构，枪机没法打开，也没有任何功能。如果说一体式上机匣的做工还说得过去的话，机匣底部就有点不太走心了。下机匣的缝隙没有以往那么夸张，不过弹匣颈边缘的处理非常粗糙，漆面也不太均匀。扳机护圈前方还原了保险锁扣，依然是没有功能的装饰。两片壳握把作为电池仓使用，4颗内六角螺丝固定，打开底部的盖子可以安装电池。电池仓空间比较局促，只能装得下口香糖大小的长方形电池。弹匣尼龙材质，两片结构，装弹口设计在背部，看起来载弹量不是很大。新版据说改进了弹匣卡扣的设计，插进弹匣颈以后比较牢固。赛奇公司为 M14 设计了 EBR 底盘型后托，托塞板可以单独调节，不过冰封的复刻版本调节托塞板以后没法锁定。后托两根伸缩杆非常粗壮，总共有6档可以调节。上方有一小段导轨，前端装了一片金属背带扣，托垫是橡胶材质，使用胶水粘合。很有意思的是，前节和机匣一样，使用上下3片壳结构，一体式上护目加上2片下护目。对于这种体积的分件来说，强度还是可以接受的。除了顶部导轨以外，侧面和下方都有额外导轨可以安装配件。Bataski 表示心满意足。下护目上安装了一个可以拆卸的隔热护目片，表面有橡胶漆涂层，手感很不错。拆掉以后可以看到祖传粉色的铝合金内管。比较遗憾的是，尼龙外管依然是2片结构，右侧可以看到3颗螺丝固定。导气箍和准芯都没有分件处理，直刹式火帽没有逆压螺纹。外管前端有一个橡胶圈来保证内管稳定，这个设计是花了心思了。不过考虑到安装上旋的需求，可能还得自己重新处理一下。整只发射器虽然没有采用全分体结构，但绝大部分螺丝孔和机匣上的其他造型融为一体，并没有特别突兀。只是冰封的祖传工艺对于细节的处理仍然不够精致，尤其是省略掉的许多分件和部分位置粗糙的漆面，让发射器的质感打了一些折扣。
可能由于分件比较大，尼龙材质有些力不从心，发射器整体偏软，机匣和护木的连接处用力会有一些形变。由于使用了和 P90 一样的直列波箱，这支 M14 EBR 没有半自动模式，快慢机做成了保险功能，扣下去就是全自动，巧妙解决了 7.62 NATO 弹药全自动射击后坐力过大的问题。我建议赛奇公司立即聘用缤纷的研发团队。拉动垃圾柄可以打开运动弹开关，依然使用滴滴工坊乳白弹，原厂初速在60到65左右波动，性能完全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拆解过程中发现整个发射器分为5个部分，除了带有握把的后托，上机匣盖和上护木为分体结构，下机匣和下护木做成了连体的两面壳。内构还算简洁，预供弹、保险和扳机分别由3颗微动控制。直列波箱换成了黑色尼龙外壳，全气量气缸电机齿轴承，其他2齿用了轴套。取下快拆尾顶，波箱里用了一根 1.1 线键的弹簧，比较保守。更换成 1.2 弹簧以后，初速轻松提升到80以上，可以看出这支波箱还是有一定升级潜力的。在全面进入标准化分体结构的2020年这样一支 M14 EBR 对于追求细节质感的舍友可能有些不太尽如人意相比缤纷以往的产品呢，这款 EBR 应该说有了一些进步，但和优等生比缤纷这个后进生的确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不过我想引用在别处看到的一位水友的评价，如果没有缤纷的话呢，水弹可能会少了很多乐趣追着 AR 和 AK 的厂家可能永远也注意不到这些冷门的型号。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 M14 EBR 这样一款经典枪型，如果想要还原大部分外观细节和功能，显然也不是398可以搞得定的。没办法，缤纷还真就独此一家。如果你对这个型号有特殊的情节倒也不妨入手一支作为纪念。上期滴滴工坊新款乳白弹的抽奖结果已经公布在简介里了。这期 M14 EBR 继续加大力度，评论区聊一聊你对缤纷的产品有什么看法。下周5抽一个评论，把这支发射器送了。想要了解更多发射器相关的信息，建议你立即扫码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并且下载 SD- 水弹论坛。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再见。